你信嗎？大漢第一忠臣蕭何，為何竟成了漢高祖劉邦一生最提防的那個人？請記住，不是韓信，不是張良，一輩子對他忠心不二的蕭何，才是劉邦猜忌的天花板。更離譜的是，一邊是無休止的試探、猜忌和打壓，甚至晚年還把這位老相國下了大獄，劉邦卻始終留他一條性命，沒有像對韓信那樣滿門抄斬。這其中藏着漢高祖怎樣的帝王權術，你知道嗎？更絕的還在後面，蕭何雖然得以善終，卻也付出了極其慘痛的代價，錢財、名聲、氣節啥都沒了，一個品德高尚、人人稱頌的宰相，轉眼之間成了老百姓眼中無惡不作的腐敗分子，最後像一條狗一樣的活着，這是怎麼回事？這期節目一次性講透開國皇帝可怕的育人心術和專制體制下大臣要想活命必備的自保招數。大家好，我是曾子航，本期曾子航人物志为你重新解讀大漢名相蕭何，揭秘職場上二把手的悲催命運，正義人物重新解讀，不吹不黑，只講人性。歡迎點讚訂閱，開啟小鈴鐺，不錯過每一個精彩的歷史人物的重新解讀和解密真相。在傳統的歷史教科書當中漢高祖劉邦和相國蕭何向來被當成是君明臣賢的典範，這都是歷史的假象。仔細讀讀《史記·蕭相國世家》，你就會發現，蕭何始終被劉邦懷疑和猜忌，甚至這種懷疑和猜忌不是在蕭何後來成為二把手的相國之後，而是幾乎貫穿了兩個人幾十年的革命生涯。這是怎麼回事呢？難道劉邦懷疑蕭何是特務嗎？最近國內正在上映一部電影叫《抓特務》，一個警察明明和一個小學老師住在一個院裡的鄰居，兩家還經常走動，但警察就懷疑教師是特務，一懷疑就幾十年，感覺跟劉邦一直懷疑蕭何有點像。開個玩笑，但生活中呢，職場裡也是這樣，有時候兩個人關係越親密，地位越接近，反倒是疑心生暗鬼啊。為什麼劉邦一直不信任蕭何呢？這還是要從蕭何跟劉邦最初的革命友誼說起吧。眾所周知蕭何和劉邦不僅是沛縣的老鄉，而且在一起共事多年。蕭何是最早跟着劉邦打天下的，屬於真正的老革命當年蕭何當領袖的呼聲比劉邦還大，不管是因為學問還是資歷和出身，蕭何都比劉邦高得多。那為什麼最後當老大的是劉邦而不是蕭何呢？且聽老曾細說一番。那會兒劉邦只是沛縣一個小小的泗水亭亭長，相當於如今負責治安的派出所所長，屬於典型的基層幹部。那蕭何是幹什麼的嗎？在《史記·蕭相國世家》開篇便強調，蕭何是沛主吏院相當於縣政府的秘書長兼組織部長，是他的老上級。那麼蕭何和劉邦的友誼又是如何結下的呢？那會兒劉邦雖然只是個平頭百姓，但屬於人氣極旺、粉絲眾多且慷慨豪邁、仗義疏財的江湖一哥而且因為性格豪邁、為人大方，方方面面的朋友都很多，蕭何也是其中之一甚至不排除劉邦的泗水亭长的職務就是蕭何向縣令推荐的。蕭何很可能是想借助劉邦的江湖地位拉攏他作為盟友。與此同時，蕭何還跟秦朝派來的县令打得火熱，無論在縣令那兒還是劉邦那兒，這蕭何都左右逢源無論買哪邊他都穩賺不賠。與此同時，沛縣管司法和刑獄的曹參那也是蕭何的拜把兄弟。蕭何無論是在體制內還是體制外都建立了廣泛的聯繫，為他之後成功轉型奠定了基礎後來陳勝和吳廣在大澤鄉守役，這位縣令大人也想蹭蹭熱度，就第一時間找來蕭何商量。蕭何就說如果舉起反秦大旗，還得借助咱們沛縣有頭有臉的網紅才行。縣令為誰？蕭何直接推進了當時已經辭職下海，在附近的芒砀山率着一幫兄弟落草為寇的劉邦。可見蕭何是非常認可劉邦的領袖氣質。那蕭何為什麼自己不當老大呢？史記《高祖本紀》裡記載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齊家，敬讓劉季。就是說他膽子小，顧慮多，
蕭何畢竟是文人，不是起兵造反那塊料，所謂秀才造反3年不成啊。但蕭何有眼光，他發現劉邦能挑事兒，又有號召力，於是他心甘情願地追隨劉邦，忠心耿耿地輔佐他。沒想到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他對劉邦的一方擁戴，反倒引來了劉邦的猜忌。為什麼會這樣呢？這跟蕭何從事的工作有關。不同於張良的出謀劃策，曹參的衝鋒陷陣，蕭何負責專門給前線補充糧草和兵力，相當於是總後勤部部長。有人分析，劉邦百戰百敗，卻屢敗屢起，靠的就是蕭何給他當後勤部長，經營關中作為他的根據地，要人有人，要錢有錢，要糧有糧。項羽百戰百勝，卻經不起一敗，且一敗塗地，一敗就亡。原因之一是沒有蕭何這樣的後勤部長。在整個楚漢戰爭的爭霸過程當中劉邦最害怕的其實不是項羽，甚至不是韓信，他最怕的就是這個蕭何為什麼這麼說呢？那些年劉邦一直在外面領兵打仗，大後方可都交給了蕭何。他倆的這種合作模式呢，有點像如今很多夫妻經营婚姻，丈夫在外面打拼，妻子在家当好贤內助。蕭何呢，就是劉邦的贤內助說實話，如果蕭何有了二心，想出個軌或者離婚自主創業，劉邦只能干瞪眼。只要劉邦被項羽打敗，蕭何把函谷關的大門一關上，這劉邦那便無處可逃立馬就會被項羽一刀斃命。你說劉邦能不猜忌蕭何，能不懷疑蕭何嗎？當然，劉邦猜忌蕭何還有一個不可言說的秘密，那就是蕭何曾經是自己的老上級如今雙方的地位有了质的變化，曾經的上级變成了下級，過去的部屬反倒成了高高在上的領導。就算蕭何心裡早就過了這一關，卻不能保證劉邦心裡沒想法。萬一他不服怎麼辦？何況他早已財大氣粗，萬一拉起人馬單幹，該如何應對呢？劉邦這個人很厲害，他懷疑一個人，猜忌一個人，特別是身邊最信任和倚重的人，他不會隨便說出來，也不會輕易動手，而是採取先捧殺再離間，然後試探的3步驟我們先看他是怎麼捧殺蕭何的。公元前202年，大漢建國，登基為帝的漢高祖開始論功行賞。出乎預料的是，在所有的開國功臣當中劉邦把蕭何排在了第一。為此，很多在前線浴血奮戰的武將們不幹了，他們認為蕭何只是一名文官，從來沒有上過一天戰場，打過一天仗，憑什麼排第一？相比之下，劉邦麾下的猛將曹參，從沛縣起兵開始，就一直衝鋒在前，這幾年大大小小受傷70多處，立下戰功無數。按照戰功，曹參呢顯然應該排在蕭何的前面。沒想到劉邦只回了一句話，就直接蓋棺論定了。劉邦是怎麼說的？他說打獵的道理大家都懂，你們功勞再大，也不過是追殺獵物的獵狗而已。蕭何才是那個指揮你們的獵人。這話說的有點不太好聽，蕭何是獵人，衝鋒在前的武將怎麼成獵狗了？感情蕭何才是人，我們都成狗了。劉邦的一番話不僅沒有平息众怒，反倒起了拱火的效果。於是排名第一的蕭何反倒成了众矢之的而這正是劉邦要達到的目的，先捧殺你蕭何，再離間你跟武將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劉邦麾下第一猛將曹參，當年跟他和蕭何都是沛縣老鄉，曹參也在縣政府上班，跟蕭何那是鐵哥們如今劉邦把搞後勤工作的蕭何抬到出生入死、戰功累累的曹參前面，瞬間點燃了曹參心中的怒火。從那以後，2個鐵哥們彼此有了芥蒂，漸漸不再來往了。而這正是劉邦所喜聞樂見的。不過這也怨不得劉邦，當年再好的兄弟，一旦地位變了，或者利益分攤不均，也會漸行漸遠這就是現實和人性。可見劉邦玩權術確實有一套，把最大的蛋糕分給了從未上過一天戰場的蕭何，便起到了一石二鳥的作用。但光捧殺和离間他跟武將的關係還不夠，劉邦依然不放心蕭何，於是他又走了第3步棋，試探。司馬遷的《史記·蕭相國世家》裡就記載了劉邦3探蕭何的經過。這個探不是探望的意思，而是試探。
其實這步棋劉邦在登基之前就開始下了。劉邦為什麼要這麼做？他要達到什麼目的呢？其實劉邦對蕭何的猜忌，除了個人因素，也是一種權力場上的普遍規律。為什麼這麼說呢？請看下一回。早在楚漢戰爭期間，劉邦和項羽在荥陽相持不下，盡管前線戰事吃緊，劉邦還是常常派使者來慰問蕭何。一開始這蕭何還挺感動的，覺得劉邦夠意思，老惦記他這個老上級，那是不忘初心啊。偏偏他有個門客看出不對勁了，就對蕭何說：“漢王在前線那麼忙，還多次派使者慰問您，您不覺得奇怪嗎？這是擺明了對您不放心啊，您怎麼還感恩戴德呢？”蕭何一聽，驚出一身冷汗，忙問怎麼辦。這門客就給他出主意：“您把所有能夠上陣打仗的親屬全部派往前線效命，漢王自然會消除疑心啊。”蕭何明白了，這是把自己的家人變相的送給劉邦做人質，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蕭何照做以後，劉邦呢就給他的朋友圈點了一個大大的讚。這就是所謂的一探蕭何。我們再看看二探蕭何是怎麼回事。公元前196年，陳豨謀反，劉邦親自率兵征討。對於已經被剝奪兵權的韓信，呂後也不放心啊，他找來蕭何一起設計殺害了韓信。這也是蕭何一生的一個污點。蕭何為什麼非要這麼做呢？要知道，當年韓信還是蕭何主動推薦給劉邦的，如今韓信扯進了跟陳豨的謀反大案，蕭何呢必須要遞投名狀來撇清自己，實現跟韓信的切割啊，這也是一種無奈之下的自保。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啊，這個成語就是這麼來的。劉邦得知消息後呢，派使者拜蕭何為相国，封5000戶，並且加派衛士500人負責相國的安全，又是加官進爵，又是安排保鏢。蕭何是得意洋洋，各種親朋好友也前來祝賀啊。正當相府裡張燈結彩，賓主們觥籌交錯，不亦樂乎的時候啊，突然間蕭何的一個朋友穿着一身素服闖入相府，並聲稱是來弔喪的。蕭何正要發作，就聽這個朋友幾乎是帶着哭腔跟他說：“相國，您這是要大禍臨頭了，別忘了韓信剛剛因為謀反被誅，當年是誰把韓信推薦給皇上的？是您啊！皇上派了500名保鏢，相當於在您身邊裝了500個攝像頭。皇上要是覺得您圖謀不軌，這500人分分鐘會要了您全家的性命啊！希望您不要接受封賞，還要將自己家中的財產都拿出來貼補軍隊。”蕭何這才恍然大悟，趕忙散盡家財，犒賞3軍，這才又躲過一劫啊！按理說，老大試探了2回下屬，下屬又是把子孫送到前線打仗，又是把家裡的財產主動捐出來，已經是仁至義盡了。老大應該滿意了吧？不，劉邦還是不放心蕭何。劉邦對蕭何的不放心，除了前面提到的幾個因素之外，還有一點更為重要，那就是他更不放心蕭何那個位置。蕭何畢竟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相国啊！熟悉中國歷史的朋友都知道，自古軍權和相權之間的矛盾就沒斷過。現在也是在一些公司，一把手和二把手的關係一直很微妙。二把手如果权力太大，威望太高，就會對一把手造成威脅。一把手自然要猜忌二把手。千年以來的權力運行法則是從未變過。蕭何更是如此，他不僅是相國，還一個人經營大後方多年，掌握財政大權，在老百姓那裡威望又那麼高，你說劉邦心裡能踏實嗎？於是第3次試探又來了，這次劉邦更狠了。公元前196年，英布起兵造反，劉邦又親自出馬率兵平叛。每次蕭何派人送粮到前線時，劉邦都要問蕭相國在長安做什麼呢？使者回答：蕭相國愛民如子，除辦理軍需以外，無非是做些安撫百姓和體恤民情的事兒。劉邦聽後一概是默不作聲啊。使者回去以後呢，把他跟劉邦的對話告訴了蕭何。蕭何一開始呢也没什麼反應，直到有一天偶然跟门客聊起這件事兒，门客聽了以後是大驚失色，直接跟相國說：相國，您離滅族不遠了。蕭何一聽也嚇得是面無人色，怎麼回事啊？皇上要我的人我給了，皇上要我全部家財我也捐了，他怎麼還不滿意啊？
門客就說：“您位居相國，功勞第一，已經到達天花板位置，皇上早就賞無可賞了。再說您入關這10多年來，深得百姓愛戴，皇上多次派特使來慰問您，是擔心您德高望重，深得人心，搶了他的風頭啊。”蕭何大半夜聽了這話，雖然是深秋季節，額頭卻不由得冒出冷汗。他忙問怎麼辦。門客笑笑說：“其實也簡單，皇上忌諱你什麼？無非是名聲。你要做的就8個字：少幹好事，多幹壞事。”這真是逼良為娼啊！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蕭何這個人最大的優點就在於清正廉潔，而且品德高尚。劉邦不同，個人私德經常被人诟病，比如貪圖美色、自私自利。怎麼辦？在這個幕僚的提醒下，這一次蕭何選擇以自汙的方式來化解危機。怎麼個自汙法？就是故意幹壞事，在自己身上制造污點，將把柄交到帝王的手中，以示自己是別無二心啊。那麼蕭何具體又是如何操作的呢？他竟然指使手下去強迫長安城裡的百姓以低價把土地賣給他，然後呢，他再以高價賣出去。蕭何這麼一折騰，很快便賺了好幾個億。但如此橫徵暴斂，自然也是民怨沸騰啊！一時間，有關蕭相國強買強賣、貪污腐敗的各種負面新聞，那是頻上熱搜。按理說，腐敗官員要盡量低調才行。比如，有幾十套房產的，公開场合總得抱怨自己租房的日子是如何的艱辛；有幾百塊名表的，人前還得穿個汗漬斑斑的襯衣秀清苦。可我們的蕭何蕭大人，竟嫌自己腐敗的不夠低調，還故意放出風聲要告狀，儘管到皇上那告去，而且還指出一條明路，最好抱團告出影響力来。蕭何為什麼如此的作踐自己的人格，高調的把自己偽裝成一個腐敗分子呢？就是為了讓劉邦放心。一個把自己的名聲故意搞臭的宰相，對皇權還能有什麼威脅呢？看來蕭何為了自保，倒也是煞費苦心啊。那麼蕭何這麼做究竟效果如何呢？史記《蕭相國世家》裡記載，當劉邦平定叛亂、班師回朝的時候，京城百姓是紛紛攔路喊冤，並控告蕭何是貪贓枉法。劉邦看到蕭何已經墮落成一名腐敗分子，終於徹底放心了。他滿面笑容地跟蕭何開起了玩笑：“蕭相國，您就是這樣愛民如子的。”隨後將控告信全部交給蕭何，還讓他去向百姓謝罪。但蕭何不甘心。不甘心啥？不甘心當一名腐敗官員，畢竟人家不是真腐敗，是故意演給皇上看的。當劉邦讓他去向百姓謝罪的時候，蕭何又幹起了為民請命的活。他跟劉邦說長安城附近上林苑土壤肥沃，能不能不要在這裡修建皇家園林，還是交給當地的百姓耕種？劉邦一聽就火了你什麼意思？讓我把上林苑繞出來，你這老不死的，肯定是收了開發商不少錢。你占老百姓这麼多土地不說，還惦記起上林苑了。大膽蕭何，你竟敢欺君犯上！來人啊，趕緊拿下！你瞧瞧，蕭何貪贓枉法，劉邦不辦他，卻皇上把上林苑讓出來給老百姓耕地，卻惹惱了劉邦，被下了大雨。劉邦為什麼突然發這麼大的火？肯定不會捨不得一個小小的上林苑，當然也不是因為蕭何貪贓枉法，而是劉邦認定蕭何又想拿上林苑說事，借此討好民眾，收攏人心，把上林苑交出去，你蕭何倒趁機把自己洗白了，還落下個為民請命的好名聲。我劉邦成啥了？不成霸占民田的土豪劣绅了嗎？這方面，縣政府秘書出身的蕭何顯然沒有祖父2代都當過韓國相國的張良讀書多，他是不懂。專制帝王，一是權力絕對不能跟人分享，二是名聲和名氣不能讓大臣搶了風頭。結果被劉邦抓了把柄，二話不說下了大獄。要不是有人出來幫相國求情，搞不好這蕭何就成第2個韓信了。對此有人就要問了劉邦既然一直對蕭何不放心，為何不趁此機會除掉他，卻最終放了他一馬呢？請看下一回。我認為劉邦始終沒下決心殺掉蕭何，是基於以下3方面的考慮：一，蕭何雖然功勞大、地位高，但手中1沒兵權，2沒地盤。還記得前面提到的一個重要細節嗎？
劉邦當初論功行賞，執意要給蕭何守功的時候，遭到了武將們的一致反對。這說明什麼？說明蕭何在軍中是沒有太大威望的，至少軍隊裡大咖是不買他的賬。但這足以保住了蕭何老命。相反，如果軍隊各個將領都對蕭何功勞第一豎起大拇指，那蕭何絕對要腦袋搬家呀！沒有自己的軍隊，更沒有實質的地盤，這和被他誅殺的韓信、彭越、英布等諸侯王有着本質區別，掀不起什麼大浪來。二，蕭何是劉邦創業的基本盤，動了他，自己的統治基礎就會搖搖欲墜。稱帝後，劉邦殺的彭越、英布等人都是他昔日的政治盟友。韓信雖然曾經出自他的門下，他也是借刀殺人，借吕后和蕭何之手除掉了韓信，自己並不出面。相反，跟他從沛縣起家那些老同志，他基本上是一個不殺呀。如果貿然下手，勢必會寒了開國功臣的心，劉邦的基本盤也會被動搖。三，蕭何沒野心，會做人，在關鍵時刻懂得如何表忠心。畢竟蕭何對劉邦一直以來威脅最大的不是擁兵自重，而是他愛民如子的好口碑。當初劉邦可是靠約法三章在關中贏得民心的，如果蕭何的口碑比他還好，那豈不反客為主？這下蕭相國人設坍塌，惡評如潮，劉邦的心病也就徹底去除了。發現沒有，清乖自毁形象也是一種表忠心。而蕭何正是因為會做人，才讓劉邦想要舉起的屠刀一次又一次的放下。而韓信之死當然原因很多，不會做人也是很重要的一點。具體呢，請看之前發的韓信的長視頻。何況呢，劉邦那會兒早已年過60，蕭何年紀比他還大，而且暫時也沒找到更合適的人選來取代蕭何，所以他只好採用既防且用，還不時敲打的方式來把風險降到最低。即便把蕭何關進監獄，劉邦呢，更多呢對他也是一種威懾。看到此時的蕭何鬚髮潔白，老邁不堪，已經成不了什麼氣候，再想到他早已名聲掃地，人人喊打，劉邦也就決定放過蕭何了。此時的蕭何除了趴在地上山呼萬歲之外，已經說不出什麼話了。劉邦的3次試探猶如3根鞭子，把蕭何打得遍體鱗傷，他身上所有的傲骨和良知全都不見了。所以对於蕭何這種忠臣來說，不殺他比殺了他還難受。殺了他呢，至少可以成全他忠臣良將的美名，而不殺他，他則像一條狗一樣趴着叫喚着，一點做人的尊嚴都喪失殆盡了。至少原來還把他當道德楷模來崇拜的長安老百姓也背後議論紛紛，看青簪蕭相國也是一名大貪官啊！之前那些廉潔奉公、愛民如子都是假的，我呸！你說一向愛護民生的蕭相國聽到这些議論，心裡能好受嗎？不久，漢高祖去世，懸在蕭何頭上那把刀終於消失了。按照高祖的遺囑，蕭何呢又做了2年的相国。這2年當中，蕭何為漢朝確定了無为而治的施政方針，而且還修訂了各種典章制度。2年之後，操勞了大半輩子的蕭何也油盡燈枯，死在了病榻上。就這樣，這位大漢王朝的開國第一功臣最終落了個善終。根據《史記·蕭相國世家》記載，他臨終前叮囑子孫，每次購置田地住宅的時候呢，要專門選在貧苦偏僻的地方，哪怕建造家園，也不修別墅和豪宅，要處處低調。他說我的後代若賢能，就學習我的簡樸；後代若不賢能，可以不為有權勢的人家所奪取。而他的後代呢，似乎也謹記了老相國的教導，一直低調行事，沒有惹上大的災禍，反倒成少數幾個保住了爵位的開國功臣的後代。蕭何最終逃過一劫，告訴我們什麼道理啊？作為專制體制下的二把手，要想活命，光低調忠誠還不夠，關鍵時刻得豁出去。豁出去幹嘛？把自己給徹底抹黑啊！只有把什麼臉面和自尊都丟掉，才能保住一條命。至於這是人命還是狗命，自個兒掂量了。這裡是曾子航人物志爭議人物重新解讀，不吹不黑，只講人性。歡迎點讚訂閱，開啟小鈴鐺，不錯過每一個精彩的歷史人物的重新解讀和解密真相。咱們下期再會。